女主冰河生来就处于金字塔的顶端，可代价是她从小就缺少父母的陪伴。冰河上小学的那年，她撒娇地向父母求爱，恳求他们回国庆祝她的奖状。父母于是提前乘飞机回来，不料却在飞行途中遭遇空难去世。虽然冰河还很小，但她明白是自己任性导致了悲剧。自此之后，冰河变得沉默寡言，不再与人交流。直到大学遇到了人生导师阿亮，在阿亮的鼓励和支持下，冰河和几个可靠的朋友创立了三星图书社，一步步发展成为备受瞩目的上市公司。公司的资深员工都清楚，三星图书的成功多亏了冰河的能力。阿亮虽是公司副手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整日只是浪费冰河的资源，笑嘻嘻的。一天早晨，阿亮又一次向冰河申请资金，想投资一家视频公司。尽管核心团队反对，冰河还是纵容阿亮同意了投资。加上这笔资金，冰河在阿亮的建议下已经投了5亿日元。这些钱短期内难以回收，使得三星图书的运营压力大增。同时，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春野正在准备参加三星图书的实习面试，他意外救助了一位临盆孕妇。当他赶到公司，面试已结束，春野失望地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冰河，他不顾一切地向他冲去，向冰河解释他因帮助孕妇而迟到，恳请冰河给他另一次机会。冰河冷静地回应，迟到就是迟到，不管有何理由，再给你机会对其他人不公。这时春野泪眼婆娑地讲述了自己的困境。他家境贫寒，父母外债缠身，他因贫困选择了职业学校，边工作边求学。买了面试的西装和书包后，只剩下2000日元，连打车的钱都不够。春野跪下缓缓地说，求你了，让我留在这里工作吧，这里是唯一不看重学历的公司。冰河没有同意录用春野，也没有让保安把他赶出去，反而帮他报销了买西装花掉的5万日元，然后他就静静地离开了。这一幕让春野既感到屈辱又充满纠结。虽然这笔钱对他帮助很大，但他并不想只是接受别人的施舍。那天晚上，春野在狭小的出租屋打电话给家人。春野的妈妈知道他没通过面试，温柔地对他说，回家帮忙吧，我们都需要你。听完妈妈的话，春野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，他实在无法接受这种一直无法出头的生活。第二天早上，春野照常去学校上课，班主任严肃地告诉他，他必须缴清欠下的学费，否则就不能继续上课。冰河给的5万日元正好可以用来支付这笔学费，是选择继续学业还是坚持尊严？春野陷入了深深的纠结。画面突然转换，阿亮非常难得地邀请冰河出去吃饭。他们刚走到公司楼下，就碰到了在那里等候的春野。春野把5万元还给冰河，我不能接受这笔钱，请您重新考虑一下，让我在这里工作吧。这次冰河因为要赴阿亮的约，没有接受那笔钱，同样也没有答应录用春野。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奢华的晚餐。冰河担心员工对阿亮的非议会影响他，感慨地对他说，如果领导焦虑，员工也会感到不安，所以我们公司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听到这些，阿亮激动地抱住了冰河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，对不起冰河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那时的冰河以为阿亮只是因为平时工作不努力在道歉，他并不知道已经完全落入了他的圈套。深夜时分，忙碌一天后的冰河终于在沙发上小睡了一会，阿亮的电话突然把他吵醒了。电话那头，阿亮留下了一句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说完就急忙挂断了。冰河还没来得及从困惑中回过神来，紧接着一个可怕的消息砸得他头昏眼花。阿亮不久前投资的视频公司原来是黑社会的产业，这对三星图书来说是个巨大的丑闻。之前的合作伙伴都纷纷要求解约，而阿亮突然人间蒸发了，谁也联系不上他。冰河束手无策，只能和几个可靠的老员工一起四处奔波，尝试和合作公司解释，但没有一家愿意承担这种风险。无奈之下的冰河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聪美的公司上。聪美是他的前辈，一直很照顾他。聪美得知这一切后，只提了一个条件，必须追究阿亮的责任，并开除他。冰河记得在自己最困难时，是阿亮给了他温暖。想到这，他拒绝了聪美的要求。一夜之间，三星图书的光明前途土崩瓦解。回到公司后，冰河又接到了更糟糕的消息，阿亮私下把公司账户上的所有资金都转走了，一分钱都没留给他。为了支付巨额违约金，冰河不得不卖掉了父母留给他的所有资产，还差了1亿日元。为了尽快还清这笔钱，冰河日夜兼程的工作，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平时看不上的银行贷款。但在这样的信誉危机下，没有银行愿意借钱给他。冰河因为过度劳累，最终倒下了。幸好他有个忠心的下属小健，细心的小健为他联系了顶尖的心理医生，帮他缓解这段时间的急躁和焦虑。在接受心理辅导时，冰河发现医生不停地询问他公司的事，甚至偷偷准备录音。多年的商场沉浮让冰河立刻察觉，这个医生是个专门窃取信息的无良医生。冰河一怒之下泼了医生一身水，
摧毁了录音笔，带着小健潇洒地离开了。那天下午，正是冰河被邀请参加年度成功人士颁奖的日子。小健考虑到他的健康，想取消这个活动，但冰河坚持要去。他最终出现在了颁奖典礼的现场，在场的记者和各界大咖看到冰河衣衫不整，面色憔悴，都忍不住惊呼起来。这时，冰河异常冷静地跪了下来：“这奖杯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请大家帮帮我的公司，借点钱给我。”听到这话，小健和其他同事赶紧把他从台上拉下来。已经情绪失控的冰河突然喊道：“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”然后冲出了颁奖典礼现场。冰河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，他甚至考虑找黑帮帮忙找到阿亮。当冰河站在黑帮门口犹豫的时候，一个蓬头垢面的身影被人扔了出来，那人正是春野。他一把拉住冰河就往前跑，两人跑得气喘吁吁，直到累得停下来。春野一脸哭相地告诉冰河，他本想从黑帮那里打听阿亮的消息，结果被打了一顿，身上仅剩的5万日元也被抢了。此刻冰河感慨无比，他没想到这个一直被忽视的大男孩竟然如此帮助自己。冰河放松下来，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。身无分文的春野摸遍口袋，最后掏出1枚硬币给冰河买了碗拉面。冰河在拉面摊不停地抱怨阿亮，春野不知道该怎么安慰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这一刻，冰河长久封闭的心灵在春野这里找到了发泄的出口。他不停地倾诉自己对电子书的依赖，对公司的热爱，对人生的无奈。最后冰河自言自语：“36年来头一次为钱这么发愁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是富家女。”一直在旁静静听着的春野忍不住反驳：“有钱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因为没钱，我甚至退学了。36岁了，重新开始有什么不好？”听了春野的话，深受感动的冰河把碗里的拉面分给了春野，他露出了这几天来的第一个笑容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都要加油，好好赚钱，再好好的花钱。看到冰河终于打起了精神，春野也露出了笑容。吃完拉面后，冰河向春野正式道别，他踏上了迎接明天的路。春野像个流浪小狗一样紧跟着冰河不肯离开，他还是决定要跟随这个坚强又脆弱的女人。春野掏出了仅剩的1枚硬币，请冰河吃了碗拉面。当冰河知道那是春野的回家路费时，只好带他回了公司。两人一到公司门口，就看到小健和荆棘焦急地等着。小健看到冰河身边有个陌生男人，立刻露出警惕的表情，对这个死皮赖脸的大学生，他一点好感也没有。小健把春野安置在编辑部的小沙发上，叮嘱他一早就得赶紧回家。然后冰河告诉老员工，他卖掉所有资产还差1亿日元。老员工们听了都很心疼，还有4天就要支付违约金了，4天内凑齐1亿日元几乎不可能。第二天早上，三星图书迎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。前辈聪美看到冰河在媒体上下跪的视频，决定向冰河伸出援手，但有条件。聪美要求1个月内达到高昂的利率，且要控制公司的实权。听到这消息后，直言不讳的老员工阿东激动地对冰河说，聪美的条件根本无法实现，我们一直都在亏损，需要削减公司的不必要福利，裁掉无用的部门和员工，只有狠下心来才能东山再起。其他老员工也反对接受聪美的帮助，他们不想看到冰河辛苦建立的三星图书变成别人的东西。会议结束后，情绪烦躁的小健在电梯门口遇到春野，本想把春野赶走，但听到春野饿得肚子叫就心软了，带着他去公司附近吃拉面。哎呀，这氛围真有那么点小甜蜜。冰河也加入了他们的聚餐，春野看起来像只可怜的流浪狗，这让小健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。那时候他正处于绝望之中，被冰河捡回来。冰河带他去吃了美味的意大利面，他边笑边说，吃饱了才能有力气活下去。从那以后，小健就决定一直跟随冰河。餐桌上，春野拿出一张采访简报，真诚地对冰河说，我是因为看了你的采访才开始学编程的，我拼命打工赚学费就是想加入你的公司，因为那句话我特别喜欢，想做什么就应该立刻去做。冰河看着简报上的自己，不由得感慨万分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？不久，冰河下了决心，他郑重地对小健和春野说，让我们一起把阿亮找出来。3人回到公司，发现阿东正和3个实习生争吵。原来阿东担心冰河被债务拖累，决定自己扮演恶人，把3个刚入职的实习生辞退了。冰河诚恳地对实习生们说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力，没能为你们的未来负责。他用仅剩的钱支付了3个实习生的全额工资。这件事处理完后，冰河把抓住阿亮回收资产的计划告诉了老员工们。看着冰河终于想明白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他们还不知道坏消息会来得这么快。那天下午，春野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发现了满身是伤的阿亮，他把阿亮送进了医院，然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冰河。阿亮一看到愤怒的冰河，急忙跪下向他道歉。原来阿亮因为私自投资欠下巨额债务，不得不偷用冰河的钱来还债。
冰河不想听阿亮的任何借口，毫不留情地对他拳打脚踢，把已是伤痕累累的阿亮打得更惨。冰河发怒其实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阿亮辜负了他的信任，践踏了他纯粹的感情。阿亮被打得落荒而逃，冰河因此在医院动粗，被警察带走。晚上，冰河被释放后直接回到了公司，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回到过去，决心推倒重来。他对所有员工说，想走的我会帮你们找到新工作，想留下来的你们要准备接受更低的薪水，不管你们的选择是什么，我都会支持。冰河卖了房子和公司，带着剩下的人搬到了一座破旧的房子。老员工们选择了留下，出乎意料的是，3个实习生以小领为首，也决定留下来。春野也不愿离开，冰河就让他住进了客房。春野虽然缺乏工作经验，但他的家务和厨艺都非常棒，对生活无能为力的冰河帮大忙。第二天早上，缩减到10几人的团队开了第一次会议，会后决定举办漫画大赛，寻找未知的新人，同时支持那些很久没出作品的知名漫画家，力求东山再起。冰河和春野去拜访了知名漫画家惠子，冰河一直是惠子的铁杆粉丝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聊了很多关于漫画的话。冰河本以为合作会很顺利，但惠子看了企划书后，马上不高兴地让他们离开。失望的冰河和春野回到公司，却听到了好消息，有企业家愿意投资5000万日元，条件是必须让他女儿的作品成为杂志封面。可那漫画内容平庸，画风还停留在小学生水平，冰河坚决不肯让这样的作品登上自己的杂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编辑小心翼翼地说，我们和惠子合作不可能，因为我是她前夫。原来是他发掘了惠子的才华，但随着惠子名声大噪，他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，一时冲动和一个新人漫画家搞上了。这个消息让大家的热情全被泼了冷水，东山再起真的没那么简单啊。那天晚上，春野用拉面店老板送的食材做了顿晚饭。吃饭时，春野忍不住向冰河抱怨，要是老没出轨，咱们早就能让惠子答应合作了。冰河用一种淡然的口吻说，男人嘛，都是爱新鲜的动物，等你有钱有势，也会喜欢那些年轻小姑娘。听到这，春野马上大声反驳，我绝对不会变成那种人。冰河不懂春野为何这么激动，他只觉得他还是个孩子。几天后，老师和实习生们发现，漫画大赛征集的作品一个比一个无聊，三星图书的前景又显得一片渺茫。就在这时，春野突然严肃地对大家说，我有办法说服惠子，请大家给我一次机会。画面一转，春野带着借来的钱买的螃蟹去了惠子家。春野说他能帮忙修漏水的天花板后，惠子勉强同意让他进门。春野动作麻利地修好了天花板。休息时，春野无意中读了惠子的漫画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惠子见状感慨地说，对作家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看到读者的反应更开心的了。春野立即激动地回应，请跟我们合作吧，再画出那些让读者感动流泪的暖心故事。但这次，惠子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春野。春野失败归来后，负债累累的冰河只能考虑接受企业家的条件。就在大家都有点沮丧的时候，老突然打破了办公室的沉默。他拿着一幅漫画大赛的作品，兴奋地喊，这个新人的画风简直就是惠子的风格。这一刻大家都愣住了，但老和冰河很快意识到，这幅作品一点都不精彩，完全不像是惠子的风格。为了找出真相，冰河他们直接冲进了惠子家，质问他为啥要给漫画大赛投稿。惠子成名后就一直被编辑吹捧，他怎么画都行，编辑们都说太棒了，肯定能大卖。惠子因为得不到真实反馈，很快就对画画失去了兴趣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画出有趣的作品了。他换了个笔名投稿到漫画大赛，就是想看看自己的水平到底退步了多少。冰河知道后，忍不住严厉地对惠子喊，退步了又怎样，画不出来又如何，从头开始不就行了，你对漫画的热爱就这么点。这时候春野补了一刀，我们公司的人全都是从零开始的，大家都一样，都失败过，但都挺帅的，我相信你也行。听了冰河和春野的话，惠子眼里重新燃起了斗志。是啊，从零开始怎么了，只要能继续画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合作成定后，冰河急忙回了公司，企业家和他女儿正等着呢。冰河温柔地告诉那女孩，你的漫画现在还不够格连载，但我们可以一起进步。女孩却显得很不屑，她其实根本不爱漫画，只是想出名。冰河忍不住爆发了，帅气地把女孩的原稿撕成了碎片，严厉地批评她，钱买不到人心，你这样的人不配画漫画，请你离开。看到这一幕，同事们都松了口气，因为那个飒爽的冰河女王又回来了。现在的冰河已经不是那个啥都听她的傻姑娘了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。这一天，冰河和员工们开了个工作会议，目的是为了鼓励那些情绪低落的实习生。冰河设定了个目标，1个月内要挣5000万日元。就这样，
全新的三星图书开始缓慢但坚定地走向正轨。下午，冰河带着小健去一家大型饮料公司提交他们设计的新包装方案。原本小健还挺兴奋，准备好好表现一番，但他一看到演讲台上的人，脸色立刻变得苍白，颤抖着跑出了会议室。投标会结束后，冰河找到了情绪低落的小健。虽然小健没说什么，冰河还是敏感地感受到了他的愤怒和恐惧。原来演讲台上的那个人是日出广告的组长老户。小健在日出广告的日子里，经常受到老户的职权骚扰，这给小健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，压力大到小健差点走上绝路。幸亏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冰河，他请小健吃了顿美味的意大利面，不仅填饱了他的肚子，还温暖了他空虚的心灵。当得知小健被上司欺负的时候，那时的冰河虽然是个富二代，但人性十足，他甚至直接给日出广告打电话，帮小健辞职了。回忆过后，小健看着眼前的冰河，心里感慨万分。他决定要克服老户带来的恐惧，努力为三星图书赢得这个设计案。同时，春也在努力，用有限的材料给冰河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却听说冰河和小健外出吃饭，今晚不回来了。虽然春也明白他们只是因为工作，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冰河和小健回到家后，发现实习生们还在这里唱卡拉 OK， 不愿意离开，因为他们俩的工作还没谈完。冰河邀请小健到自己的房间喝酒，这是一直暗恋冰河的小健第一次踏入他的私人空间。正当他准备向冰河表白时，却被厚脸皮的春野不断打断。几天后，小健和他的同事们为饮料公司设计出了近乎完美的方案，把饮料包装和少女漫画结合起来，完美符合客户要求的青春环保理念，还顺便为三星图书主推的漫画家惠子打了个广告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客户对这份设计方案也挺满意的，私底下跟小健透露，他们中标的几率很高。员工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接到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，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邮箱，给客户和所有竞标的公司都发了邮件，诬陷惠子是个惯于抄袭的不合格漫画家。客户不想惹麻烦，就取消了三星图书的参标资格。员工们都很气愤，他们决定一定要查出是谁在后面捣鬼，要为自己和惠子老师讨个公道。就在这时，员工荆棘突然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猜想，关于三星图书和惠子老师合作的消息，只有客户和公司内部的人知道。最近他发现阿东和几个想挖角的公司有来往，这说明阿东可能心动了，事情很可能是阿东干的。听到这里，阿东露出了失望又愤怒的表情，他崩溃地对大家吼道：没想到你们对我就这么点信任，我根本没做这种事，事情会变成这样都是小健的错，因为他得罪了日出广告的老户。当年冰河帮小健辞职后，老户欺负下属的事情就传开了，他因此被公司边缘化，老户认为自己升不上去都怪小健，所以一直怀恨在心，诬陷三星图书。知道真相的小健非常自责，他没想到自己的过去会影响到全公司。然后小健一个人去了日出广告，要求老户撤回那些诬陷的邮件，老户却对小健起了歹心，只有小健答应他的无理要求，他才会考虑撤回邮件。就在小健准备为了大家的利益勉强自己的时候，冰河突然出现，阻止了他。即便处于绝境，冰河也不允许自己的员工牺牲尊严。一幕转换，冰河把小健带回了家，他笑着说，他们一个愿意为了公司素颜下跪，一个愿意为了公司去求敌人，真是不分上下的两只狼。小健深情地握着冰河的手，然后对他说，我不介意你看到我尴尬的一面，因为我对你有感觉。一直单身的你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告白，他意外得很冷静，毕竟他一直在想着阿亮，知道小健这只是出于感激，而不是真爱。这时候春也插话了，他找到了发那些恶意邮件的人，是个实习生，叫阿然。他们的实习快结束了，小岭和另一位女生都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只有阿然还在为未来迷茫。老户得知阿然是三星图书的实习生后，给了他承诺，如果阿然能搞垮三星图书，就能进日出广告。阿然虽然立刻后悔了，但他已经无法留在三星图书了。春野趁机展现自己，为冰河准备了一顿美味的夜宵。吃完后，他喝了杯啤酒，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，想起刚才小健向冰河表白的场景，忍不住也向冰河表白，说他也喜欢他，不能看着他被别人抢走。冰河没想到自己单身这么久，突然有一天会收到两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帅哥表白，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，愣在那里，正犹豫着该如何回应。正好冰河约了聪美来家里，聪美的到来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后来冰河向甲方清楚地解释了一切，荆棘和阿东也消除了误会，他们又恢复了朋友关系。几天后，冰河召开了一个会议，向大家宣布公司的新计划，他打算送一个员工出国深造，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。春野马上报名，成了那个幸运的员工。那天晚上，春野迅速收拾好行李，严肃地告诉冰河，他会努力学习，回来后助他一臂之力，即使很想他，也不会轻易回来打扰。
冰河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这番话，只好保持沉默。转眼间1年过去了，回国的春野已经成熟了许多。当他从小李那里听说冰河可能和小健在交往时，立刻就手忙脚乱了。一回到公司，同事们举办了个盛大的欢迎派对。派对结束后，春野希望能像以前那样和冰河住在一起。小健当然不同意让他们单独相处，坚持说自己也要搬进来住。冰河不明白怎么自己就得跟2个男的住一起了，既尴尬又无奈。第2天，阿东带着大家去一家新的电信公司洽谈业务。意外的是，那家公司的年轻老板居然是春野的老熟人阿公。靠着春野的面子，阿公热情款待了他们。谈判结束后，阿公偷偷告诉春野，他们不会跟三星图书合作，而是选择了一家更有资历的出版社。春野回公司后，看到大家都期待的眼神，连平时冷静的冰河都满眼期待。他不忍心让大家失望，只好撒了个谎说阿公有意向合作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家都全力投入到准备方案中。春野尝试了好几次去说服阿公，但直到最后，阿公都没同意和三星图书合作。实际上，阿公并不是公司的决策者，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他父亲的老朋友老志。春野沮丧地回到公司，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冰河和同事们。冰河听到老志的名字时，心里突然一亮，原来老志是他父母过去的好友，他小时候还见过他几次。然后冰河从聪美那里打听到老志的近况，决定亲自去拜访这位老朋友。春野没想到自己回国后还是派不上用场，还是老样子，只能依靠冰河，心情很不好。为此他拼命加班准备方案，甚至连妈妈的电话都没空接。终于到了提交设计方案的重要一天，本想在这里大放异彩的春野，却突然收到母亲因为过度劳累在工厂昏倒的消息。他没办法继续工作，急忙回家看望母亲。母亲看到久违的儿子，第一反应竟然是跪下来求他。春妈泣不成声地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求你借给妈妈200万吧。春野刚回国，连第1份工资都还没拿到，在这种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向情敌小健求助。虽然暂时解决了家里的紧急状况，但在小健面前他彻底丢尽了面子。这时候冰河正好碰见正准备去商务宴会的老志，他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，但老志却装作一副毫无印象的样子，还讽刺冰河想通过攀关系往上爬的小人。就在老志要把冰河推下楼梯的时候，春野及时出现接住了他。冰河失落地对春野说，曾经巴结冰河集团的那些人现在都跟老志一个德行，好处没了就把他撇到一边，希望再一次破灭了。这让春野感到无比沮丧，他哭着诉说自己一事无成，无法为公司带来任何改变。看着春野像个哭泣的大狗狗，冰河忍不住安慰他，没有成长也没什么，不都是一样吗？你看当年那么温柔的老志叔叔，现在不也变成了一个冷酷的守财奴吗？振作起来，你这样就挺好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里的优雅音乐响起，冰河心血来潮，拉起还在流泪的春野跳起舞来。春野沉醉在冰河的触感中，想要进一步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，却完全没想到会被冰河的高跟鞋狠狠踹中。看来要赢得这位霸气女社长的心，小奶狗春野还得走长路。为了尽快还清债务，春野每天下班后还得再去打工到深夜，生活过得格外艰苦。一天夜里打工结束，春野突然听到冰河在和医院的人通电话，担心冰河的他立刻跑过去问情况，这才知道冰河的奶奶多惠被下了病危通知。春野立马抛开疲惫，亲自开车带冰河去医院。多惠已经被抢救过来，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，看到冰河，竟然疯狂大吼着把他赶出去。原来多惠是个极端重男轻女的人，从前对冰河的妈妈极其刻薄，冰河家一出事，他就被当成倒霉的源头。回到家以后，春野紧紧抱住冰河，温柔地安慰他。冰河这次没推拒春野，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他的关怀。小健躲在角落，默默注视着他们紧紧相拥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冰河对他和对春野的感觉完全不同。这场爱情游戏，他早已败下阵来。第2天，他就搬出了冰河的家。冰河跟金吉偷偷地跟电信公司的前社长见面了，那就是阿公的爸爸大公。他希望他们能联手对抗老志。谁知道谈话才进行到一半，老志脸色阴沉地突然出现在会客室。冰河和金吉这才发现，阿公父子已被老志牢牢控制。老志极度不喜欢女性担任社长的公司，狠狠地宣称他这辈子都不会跟三星图书合作。冰河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，感觉公司的未来一片黑暗。沮丧的冰河回家后，发现春野已经做好了美味的晚餐在等他。在这个大狗狗春野的疗愈下，冰河感觉自己重新获得了面对明天的勇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电话打断了餐桌上的平静。冰河接完电话后表情很平静，只是告诉春野明天他要外出处理点事情。实际上多惠那晚去世了，但冰河没把这事告诉同事，他一个人主持了多惠的葬礼。正当他为多惠献花时，春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虽然冰河一再强调自己并不难过，
春野还是坚持要留在他身边。春野想让冰河知道，他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。就在这时，春野兼职的外卖公司发来消息，让他去某个隐蔽的地下赌场，为一个手上挂着类似眼镜佛珠的阔老头送餐。这佛珠的设计非常独特。冰河听说后，马上想起老智也有这样的一串佛珠，他赶紧和春野一起赶往赌场查探情况，希望能借此机会抓住老智在地下赌场的把柄。果不其然，老智正在那里挥霍无度。冰河还在琢磨怎么用这事儿来逼老智呢，春野却突然坐到了赌桌前，直接挑战老智，要求跟他赌一局。如果他赢了，要求老智当众向冰河道歉，为之前的羞辱赔个不是。春野明明可以向老智要钱或者职位，甚至可以逼他跟公司合作，但他此刻最在乎的是要维护冰河的尊严，这让冰河感动极了。结果春野竟然赢了那局赌博，逼得老智给冰河道了歉。第二天，冰河亲自下厨做了咖喱饭，等着下班回家的春野。尽管他做菜实在是太难吃了，春野还是夸奖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咖喱。就在这一刻，冰河终于忍不住心里的感情，他第一次这么深的喜欢上一个人。冰河诚恳地对春野说：“我喜欢你，在所有人里面最喜欢你。”春野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机，兴奋的嘴角都笑到了耳朵后面。他知道自己还欠着前情敌的钱，觉得自己没资格给冰河幸福。他非常认真地对冰河说：“等我还清了债，我们就结婚吧。”冰河完全没想到春野会直接提结婚，更没想到这种冲动会让他心跳加速。他36岁的少女心竟然开始狂跳。后来他们一起举报了老智在赌场的勾当，成功把他拉下了马。他们也因此跟阿公父子达成了合作。三星图书从此一路向上，成为了顶级的出版社，甚至开始打算搬回原来的高级办公地点。春野经过不懈努力也还清了债务，虽然买不起钻戒，但他拿着一个空戒指盒向冰河求婚。冰河从不看重物质，兴奋地接受了春野的求婚。那个下午，春野的妈妈听说了这个好消息，马上找到冰河，拉着他去试结婚礼服。春妈根本不在乎冰河比自己儿子大，还不停地夸冰河长得漂亮，这让冰河感到非常欣慰。正当这时，冰河突然接到一条紧急消息，公司出事了。他连白无垢都没来得及脱下，直接狂奔回公司去。虽然最后事情顺利解决了，但冰河身穿白无垢的模样，真是把公司同事们都惊呆了。冰河别无选择，只好提前公布自己准备和春野结婚的消息。知道自己没机会的小健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旁边的荆棘却忍不住眼眶红了。第二天，荆棘私下找到冰河递交了辞职信。冰河不理解，荆棘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与他共同打拼，即便在三星图书濒临破产时也没想过离开。现在公司好转了，他却要走了。在冰河的追问下，荆棘终于坦白了他想要辞职的真正原因。原来他一直暗恋冰河，他无法忍受看着冰河和别人甜蜜的在一起。冰河这才恍然大悟，之前从未察觉到荆棘的感情，突然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愣在那里。祸不单行，荆棘的辞职消息一传开，公司资历老的女员工小娇也提出了辞职。原来她已经怀孕5个月，她的孕吐比常人要严重得多，这早就引起了同事们的关注。一向反应慢的冰河，直到今天小娇因过劳晕倒才知道她怀孕了，这让小娇感到很失望。她认为三星图书不能提供足够的关怀给孕妇，决定辞职回家专心养胎。经历这2件事后，冰河意识到作为公司社长，他对员工了解太少。荆棘和小娇一直是负责公司外部联系的关键人物，如果他们离开，三星图书的运营肯定会受到影响。由于公司目前一片混乱，冰河和春野不得不暂时搁置婚礼计划。紧接着，程序员阿东惊讶地发现，网络上竟然流传着关于荆棘的各种谣言，不仅揭露了他是同性恋的事实，还有谣言称他和聪美有染。网友们开始对荆棘进行各种嘲讽和调侃，还有传统的合作伙伴开始要求与三星图书解约。就在同事们一片混乱之际，荆棘哭着对冰河说，他本来打算等工作交接好后再离开，但现在为了不拖累三星图书，他必须立刻辞职离开。冰河却完全不在乎这些谣言会影响公司的声誉，他最关心的是荆棘有没有因此受伤。他一字一句地对荆棘说，你没做错任何事，不用自责，我们都会支持你，因为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。听到冰河这么说，荆棘忍不住扑到他怀里痛哭。他本来很怕冰河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后会讨厌他，所以才想在告白后离开三星图书。事情过后，荆棘打消了离职的念头，而小娇也在冰河的多次劝说下，决定留下来继续在三星图书工作。冰河向大家承诺，今后他会不断学习，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并值得大家信赖的好领导。所有的波折都平息了，大家决定久违的聚在一起放松放松。春野主动去便利店买零食。半小时后，小健突然接到了以前的实习生阿然的电话，
原来春野在阿然现在工作的便利店买东西时，不幸遇到了抢劫。为了保护一对母女，春野被凶暴的劫匪刺了一刀。小健赶到时，劫匪已经被制服，春野却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。经过连续几天的抢救，春野终于保住了性命。当他虚弱地醒来，看到的是冰河流泪的脸。对比起身上的伤痛，冰河的眼泪更让春野感到心疼。这次事故之后，春野向冰河承诺，今后他绝不让自己身陷危险，也不让冰河再流泪。冰河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春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时间飞快，1年半后，三星图书终于搬回了原来的大楼。那天早上，春野刚走进大楼，突然有个男人冲上前来跪下。这时的春野脸上露出冷漠的表情，他慢慢地对那男人说：“别跪了，你的跪拜对我毫无价值。”那天晚上，春野突然接到了妹妹求助的电话。他回到老家后得知，他那总是好心帮人的爸妈又替朋友担保了，结果倒霉地背上了1000万日元的债务。为了还这笔巨债，他妹妹不得不考虑辍学，放弃她的美容学业，这让春野感到非常绝望。每次生活刚有点起色，家里就得把他再拉回到贫穷的边缘。没办法，春野只好自己掏钱支付妹妹的学费。他不想妹妹也遭受同样的困境，不想妹妹因没学历在社会上处处受阻。回到家后，春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冰河，他不想让冰河一次又一次看到自家的窘迫。第二天下午，程序员阿东在一次漫展中发现了一位很有才华的新人漫画家小钟。经过阿东的不断努力，小钟最终答应和三星图书合作，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三星图书要帮他完成一批漫画的印刷。阿东知道春爸有印刷厂，就放心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春野。这样一来，春爸的印刷厂也有机会扬名立万，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主意。交付的前一晚，春野和阿东突然得知春爸只印了200本，远远低于约定的2000本。尽管春野和阿东急忙找其他印刷厂帮忙，最后还是没能赶上小钟漫画发售的日子。小钟觉得三星图书不靠谱，他断然拒绝了今后的所有合作，这让春野感到无力又焦虑。后来春野发现春爸在等他，春爸知道自己让儿子失望了，一声不响就跪了下来。对于春野来说，父亲这种不补救工作，只会低声下气道歉的样子令他相当厌恶。他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，把可怜的老爸留在了后面。紧接着春野找到小钟，他主动提出用钱赔偿他的损失。小钟觉得春野看不起他的漫画，愤怒地说要告三星图书违约。这时春野才恍然大悟，他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他最厌恶的那种唯利是图的人。那晚春野浑浑噩噩地回了家，正巧在门前碰上小健和冰河。春野差点就要发火，问他们怎么背着他偷偷见面。小健先开口了，责怪春野忙工作到忘了关心冰河。小健走后，冰河才向春野坦白了事情的真相。那天春野刚回老家的晚上，冰河和小健通电话时突然晕了过去，小健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医生说冰河是因为过劳出现了脑梗塞的前兆。冰河不想让春野和同事们担心，所以让小健保密。他今天跟小健一起出门，原来是去医院复查的。这一刻，春野又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失败，工作上的大错特错，甚至连心爱的人都没照顾好。第二天是三星图书的上市大日子，春野替还在家办公的冰河主持了敲钟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阿东向大家透露，经过他的劝说，小钟决定不起诉公司了，但他发誓以后绝不会再和三星图书合作。春野知道阿东为了这件事费了不少劲，却只换来这样的结果，心里的不甘和愤怒达到了极点。那晚，春妈和春爸又来到冰河和春野家道歉。一贯懂事的春野突然情绪失控，痛斥父母的无能。他狠狠地把1摞现金扔在春爸面前，说这是给妹妹的学费，叫他们别再毁了她的生活和妹妹的未来。春妈听不下去，当场哭了起来。春爸也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一气之下的春野冲出了家门，把一片狼藉留给了冰河。春野不想让同事们知道家里的破事，只好找前同事阿然倾吐苦水。阿然听说春野急需钱帮家里解困，神秘兮兮地说他有个赚钱快的好工作可以介绍给春野。原来阿然辞了便利店的工作，成了股市操盘手，用一台电脑就能掌控大公司的命运。阿然把春野当作真朋友，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股市知识都交给了他。画面突然转变，冰河安慰完公婆，又开始劝导刚回家的春野。在冰河的安慰下，原本崩溃的春野渐渐平静下来。他意识到自己不该那样对待父母。后来在春野的提议下，春爸春妈把亏损的印刷厂关了，转而开了个小生意来还债。第二天早上，经过几次治疗后的冰河身体逐渐恢复了。他向同事们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的病情，并说他还得在家静养一阵子。为了帮助居家办公的冰河减轻压力，同事们工作的劲头比以前更足了，特别是一向能干的小健，变成了个彻底的工作狂，把公司管理得有条不紊。冰河康复后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那个下午，
久未见面的聪美约冰河出去吃饭，一见面就给冰河来了个震撼弹。他的公司想要三星图书的漫画家，想要和三星图书进行资本合作。聪美公司的资金支持听上去很诱人，但这意味着三星图书得放弃其他合作机会。冰河不想限制公司和同事们的发展，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冰河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，没想到第二天聪美打电话来说，既然冰河不愿意合作，他就只能收购三星图书了，还暗示冰河，他之所以能这么自信，是因为这2年小健一直在给他内部情报。通话结束，冰河立马召集同事商量对策。这时候小健却突然联系不上了。冰河知道以三星图书的资产难抗财大气粗的聪美，一旦聪美收购成功，他只关心漫画家资源，会毫不犹豫地裁掉所有员工。为了保公司和员工的未来，阿东、小飘等人开始到处寻求支持，寻找愿意投资三星图书的第三方公司。冰河和春野一直相信小健不会背叛，不停地试图联系他，终于在深夜联系上了。原来聪美2年前就开始打小健的主意，同时也在策划收购三星图书。小健知道自家公司难以匹敌对手，所以才假装背叛，寻找机会反击。但聪美太精明，难对付。尽管小健已经完全赢得了他的信任，即便如此，还是一点把柄都没找到。确认了小健并没有背叛公司，春野和冰河总算是松了口气。但怎么阻止聪美的收购计划，他们还真是没辙。没办法，冰河只好使出杀手锏，他直接找到聪美，提出以一个低价把他持有的所有股份卖给聪美，但条件是必须保留三星图书的所有员工。这个条件对聪美来说并不划算，但为了冰河的面子，他还是答应了，还给了冰河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公司的交接。1个月后，冰河把他的股份卖给了聪美，聪美也把 CEO 的位置交给了小健。聪美原以为自己赢得了胜利，但他接管三星图书后，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三星图书的漫画家和作品版权全都不翼而飞了。原来在这1个月里，冰河离开三星图书后就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公司，他暗中把所有的漫画家都转移到了新公司。聪美不但一无所获，还得按原计划继续养着三星图书的所有员工。这次的失败让聪美彻底认清自己远不如冰河能干。他找到冰河，承认了自己的失败，同时表示他将辞去现任职务，希望能和冰河恢复以前的关系。冰河笑着接受了聪美的提议，这对曾是师生又是姐妹的2人很快和好如初。虽然三星图书被拆分成了2个公司，但冰河和小健作为2家公司的 CEO， 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。春野利用在阿然那学到的股票知识，赚了不少钱，帮助冰河的新公司在业界站稳了脚跟。冰河现在比以前还要富有，但他和春野还是住在那间充满回忆的老房子里。从此以后，这对一个像春天一个像冬天的伴侣，将继续一起走向更加精彩的日常生活。